奈飞的独播韩剧《黑暗荣耀》近期爆红，上线1周就拿下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流媒体热榜第一。与此同时，关于校报的话题再次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根据多家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的网友发现剧中多处令人不适的校报画面与发生在韩国的中清北道青州市某所女子中学的校报事件惊奇的相似。虽然剧方明确表示电视剧并没有特指某个真实的案件，但为了推进剧情，确实也根据现实案件做了相应的引用。朋友们，现实事件往往要比电视剧来得更加残酷与黑暗，触目惊心。翻遍韩国相关的网站报道，大象发现似乎是韩国官方有意的禁止了事件的报道，能够查询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但结合2006年5月29日前后韩国 Newsys 等多家媒体的连续报道，我们还是能够基本还原事件的前因后果。今天我们就一起观察这起当年在韩国社会引发全国民众针对未成年人保护深化改革广泛讨论的标志性案件——韩国青州女子中学校报事件。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2006年5月的一天 ，Newsys 的一名记者在外出采访的路上，途经一家街边的照相馆。就在记者观察照相馆橱窗照片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放在打印机上的20多张照片。照片的内容顷刻间震惊了记者。20多张照片显示着一名中学女生的胳膊、小腿、大腿和胸部有明显的烫伤的痕迹。多处伤痕虽有结疤的模样，但记者还是能够清楚地分辨伤痕似是多次叠加伤害留下的疤痕，深浅不一。记者小哥哥隐约感觉似有不好的且可怕的事情发生。记者的职业习惯促使他与正在整理照片的一名40多岁模样的妇女攀谈起来。经过了解，这名40多岁的妇女正是后来处于舆论漩涡的受害女生，也就是打印机上照片中的女孩郑阳的阿姨。起初，郑阳的阿姨似有很强的防备心理，不愿意与记者多说什么。经过记者耐心的交流和开导，阿姨终于开口说话。此后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让记者此生难忘。后来记者在报道中说，我知道韩国的校园里存有校园暴力，但当真实的活生生的受害人就摆在眼前的时候，震惊和恐惧的心理还是无以复加。郑阳的阿姨最终选择相信了记者，把记者带到了正在青州市 S 医院接受治疗的青州 H 中学3年级女生郑阳的面前。郑阳当时只有14岁。看到郑阳的那一刻， Newsys 的这名记者表述说，我的全身都在莫名的颤抖。也就在这一刻，记者哥哥在心里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对此事进行报道，帮帮这个无助的女孩。郑阳的阿姨说，去照相馆打印照片就是要留存证据。郑阳太可怜了，可是不管家人如何询问郑阳都闭口不谈，只是默默地流泪。家人真的是心急又无奈，记者哥哥，你要帮帮我们啊！郑阳的阿姨用期待的眼神望向记者。随后，记者向院方负责郑阳救治的主治医生详细了解了郑阳的伤情病况。10年 Newsys 报道显示，当时记者的调查，因为尾椎骨的突出和严重烧伤，郑阳需要住院5到6周。现实的情况远比打印机上照片的伤口严重得多。在记者和家人苦口婆心的劝说鼓励下，郑阳在院方提供的单独房间里，在家人的陪同下，终于开口向记者叙述了自1个月前开始，在长达20天的时间里，连续不断被自己的朋友虐待、殴打、地狱般的经历。郑阳和金同学在初1和初2的时候本是很好的朋友，上下学有段时间还都在一起。后来金同学不知为何忽然疏远了郑阳，郑阳也经常看到后来的金同学和一些惹是生非的学生在一起玩耍。郑阳说，他曾经目睹过金同学和那些同学在学校的僻静处为难其他女同学。与电视剧的情况有所不同，金同学并不是单亲家庭，他的爸爸似乎还比较能干，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优越，但也绝对不是韩国社会的上流阶级。如果把韩国社会划分为5个阶级的金字塔，那么金同学最多也就是金字塔倒数第2级。2006年4月的一天
和金同学一起的一名女生忽然跑到郑阳的班上，把郑阳叫了出来，说金同学找你。郑阳也没有多想，就随着这名女同学来到学校一间已经废弃的教室，里面堆着一些废弃的课桌椅。进入这间教室的时候，郑阳看到了金同学，还有另外3名经常和金同学在一起的女生。刚开始的时候，郑阳笑着对金同学说：“怎么来这里了呀？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可是金同学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巴掌。郑阳还没有反应过来，随口就问金同学：“你干嘛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吗？这么长时间不联系，你怎么上来就打人？”紧接着，另外3名女同学上来就对郑阳拳打脚踢，郑阳被打倒在地，动弹不得。后来郑阳逐渐了解到，金同学是想问他要钱，规定了数额和交钱的时间，说如果郑阳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师和家长，我们饶不了你。郑阳回家后越发觉得莫名其妙，打电话给金同学，金同学没有接听，只回复了一句：“你听话就好。”郑阳第2天上学后，一直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里，等到了放学的时间。也就是说，郑阳并没有按照金同学规定的时间去找他，他也没有向父母要钱。就在放学，郑阳急忙忙想逃回家的时候，金同学和另外的3名女生强行把郑阳拉到了上次的那个废弃教室。这次再见到金同学，事情开始升级，就像电视剧播放的内容一样，金同学用烧得滚烫的电熨斗烫向了郑阳，边烫边吼：“你既然这么不听话，那就帮我们试一下熨斗的温度吧。”郑阳这才意识到这些混蛋是要来真的了。郑阳边哭边问金同学：“你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旁边的另外一个女生张口就骂：“阿西吧，你们这些垃圾，能不能来点新鲜的？为什么你们都要这么问？”接下来的时间里，郑阳几乎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度过了每一天。就在第4次被金同学虐待的时候，郑阳实在受不了了，就找到学校相关的老师反映情况。老师对郑阳说：“同学间闹着玩很正常啊，为什么金同学不欺负其他同学？你要找找自己的原因哦。”郑阳把金同学烫伤的胳膊拿给这位老师看，这位老师才勉强答应会找金同学谈一谈，不会再让金同学欺负郑阳了。可是令郑阳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到放学，郑阳又被他们强行拉到了废弃教室。这次事件再度升级，他们把郑阳刚要结痂的伤口强行撕下，并用滚烫的熨斗再度烫了上去。旁边的女同学更是用棒球棒棒打郑阳的全身，边打边骂：“阿西巴尔，为什么告诉老师？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沉默不说话？为什么不带钱？”就这样，事情持续了20多天，直到郑阳昏倒在卧室，家人才把他紧急送医。他也未敢把受到同学虐待的事情告诉父母。接受采访的郑阳嚎啕大哭，边哭边对记者说：“我逃不掉啊！他们有2个人抓住我的胳膊，我动弹不得，好烫，好疼啊！我快疼死过去了。如果告诉父母，我怕他们变本加厉。”郑阳的爸爸对记者说：“我的女儿在梦中出现了尖叫等奇怪的行为，我怎么这么粗心啊？我的女儿被这些人渣打了这么长的时间啊！”2006年5月29日下午 ，Newsys 紧急发布了一篇题为《一个中学女生的尖叫》的报道。后来，我的朋友害怕了等10余篇连续报道。事件被 Newsys 报道后，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迅速全面展开侦查。事件见报后，多家电视台也闻风跟进。很快的，郑阳被曝的事件在韩国社会引起震动，民众一边气愤地指责加害者的恶行，一边要求公布加害者的名单。此时的金同学估计是感觉到害怕了，他也没闲着，连番发信息给郑阳，威胁恐吓郑阳，不准说出我的名字，如果警察问，就按他提供的名单说给警察听。另外一边，金同学恶意在网上散布了一份包括照片和家庭住址在内的所谓肇事者名单。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这件丑闻似乎正在朝向另一个不可控制的方向蔓延。可想而知，对其毫不知情的所谓肇事者同学及其家人被韩国网民不断讨论，他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被传播的6名学生包括了其真实的照片、姓名、电话号码和住址，
他们家里经常会接到辱骂的电话和网络攻击性的评论，这些电话有时候是在家人已经休息的午夜。就在警方向涉案学校了解情况的时候，学校的反应令人大失所望，学校的态度非常冷淡。校方代表在接受警方问询的时候说，我们调查的时候，郑阳的朋友说，郑阳是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就在郑阳被金同学不断威胁绝对不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警察的时候，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察对已经公布的6名肇事者进行了一一排除。另外一个方向，负责郑阳心理治疗的医生也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金同学威胁了郑阳。家人们，是不是比电视剧还气人，情节更曲折？大象已经尽量淡化了一些不忍直视的情节，就是电视剧我也都是跳过那些让人惊心的情节，主要是心脏受不了啊，气得我都不敢看电视画面啊。不过现实的案件比电视剧让人稍稍有些欣慰。2006年6月2日，涉案金同学被警方以殴打罪名抓捕，但由于涉案双方均为未成年人，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方向的考虑，韩国官方并未公布金同学会受到哪些方面的惩罚。青州教育厅相关人士在接受东亚日报电话采访时曾表示，目前能够确定的就是，对于长期未能妥善处理校园暴力的学校和教师，采取相关的行政措施，金同学已被处罚。其他的，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考虑，不方便公开。直到现在，大象也未能在韩国的互联网上找到相关的案件处理结果。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资料显示，现年已经33岁的施暴者身份通过改名换姓已经洗白，受害人郑阳选择了隐姓埋名。至于生活的如何，亦或者是否选择了一条如同电视剧的女主角东恩那样的复仇之路，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不禁想问一句，已经洗白身份的金同学，当你看到《黑色荣耀》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心里会作何感想？还是说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想法，还会暗自窃喜没遇到像东恩那样的受害人？朋友们，这不是单纯同学间的打打闹闹的玩笑，那是一个温度高达200度的电熨斗，直接往一个活生生人的皮肤上烫下去。不禁想问一句，为什么呀？为什么啊？这个问题同样也是郑阳曾经问过施暴者的一句话，施暴者的回答往往是傲慢的态度，伴随着一句不屑的轻蔑。你们这些玩意儿能不能喂点新鲜的？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但当其被警察逮捕后的回答更是让人摸不清头脑。谁让他不听我的话，不按时到达我指定的地点，不按时拿钱给我，都按我说的做了，不就没事了吗？你他妈的是谁呀？我凭什么拿钱给你？你他丫的老子真的是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孩子们啊，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怕，报老师、报父母、报学校、报警察，如果都不管用，还有我们啊，报网上，我们一定会挺你们，我们一定会选择和你们站在一起。气死老子了！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我们评论区再见，平安喜乐。